就寝室开始，出勤，干嘛？出勤，一体。出勤。山城。营长，您好。原谅我不辞而别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深爱着这份光荣的职业，全心全意、尽职尽责。我对军队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对军人这个称号有着由衷的自豪。但是，我已经无法追赶部队改革的脚步。离开才是我目前能为部队所做的最大贡献。作为一个老兵，我保证，若有战，召必回。这渐渐远离，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。你一步一趋，向着此刻心中的天地。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仍举杯的知己，远方和故乡，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。一年一岁，一朝又一夕，愿追赶之后相识也相遇。无法触及，却不忍舍弃，化作漫长的期许。一点一滴，一字又一句，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。昨日已去，而明日再续，你说是否可以？一草一木一我有一你，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。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连长，现在大家干劲都很足，但场地有限，只能进行单兵种训练，合成训练差点意思。你想申请外训啊？就怕索副旅长不同意。你来干嘛？
教导员，你就坐一会儿嘛。我看你这来来回回都已经68圈了，搞得我都好紧张。我再看一眼。营长去找江营长是为了外训的事，又不是去吵架的，你担心什么呢？这我也知道，但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的冤家，两个人一见面就往死了掐。哎，梁大龙，你觉得江胜强能答应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郭子健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，拿我当枪使是吧？没门儿！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想法。有这个想法又能怎样？能怎样？那只能停留在想法上面。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，所以需要我们俩齐心协力的说服他。不去，啊，不去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，不去。索副旅长，御风营和飓风营成立到今天，一直在抓基础训练，但心智合成的基础在集训队已经打得很牢了，又经过2次合成演练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受环境影响，2个营的实装合成训练一直没有组织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把部队拉出去，好好磨合磨合。专业基础训练还没结束就搞合成，这不符合组训的规律。御风营既然作为心智作战力量，就应该大胆尝试。我在想，我们是否可以跳过单兵基础训练，直接进行战术合练？那新兵入营怎么办？这个我和江营长已经商量过了，可以合办一个拓展型新兵营。什么意思？索副旅长问你呢。索副旅长，郭营长的意思是，新兵从基础训练到专业训练，全部都在这个拓展型新兵营完成，达到下连队就能作战的标准之后，再入战队。这样，老营队可以放开手脚搞战术，新兵营也可以集中精力抓基础，这个一举两得嘛。按照你们这种模式，我将来要从2个营里调出更多的骨干来组训新兵，会影响合成的效果的。至于你们刚才讲的磨合，我同意，但是不能蛮干。这样，我提个建议啊，让远火分队、空突分队把他们的同志请到我们营区来，咱们关上门坐下来，好好的研讨战术，这不挺好吗？索副旅长，这陆军开训动员上说了，打仗是硬碰硬，训练也得实打实啊。这没部队没装备的，我们怎么磨合啊？现在思想上磨合呀，理念上磨合呀。我认为把部队拉到野外，逼真的实战氛围更利于练兵。我认为，在营区一样，只要你用心，一样可以营造实战氛围。索副旅长，我们营区的训练场就这么点大，别说是实战化，就是模拟化，这么多人装他也拉不开呀。总之，按照你们的计划就是瞎搞。这怎么能是瞎搞呢？我们有严格的组训计划。来，这就是你们的组训计划。来，咱们看一看啊。这单独野外驻训，咱们先不说，先说说这机动。你说机动就机动吧，你还整出了个什么任务式拉动、研讨式组训、立体蛙跳式兵力布设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真会编呀！你说你概念弄这么热闹，怎么实施？不许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，好不好？你们到分队都调查过吗？你们营的
工兵分队、机侦分队、炮旅的远火营、突击旅的空突分队，至少有一小半的基础科目都没有完成，完成的优秀率也有折扣。怎么完成你们设想？我还真问过了，我们可以在分队选择最优秀的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就在营区。索副旅长，就我们营区这样的训练，动态变静态，时装变模拟，这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不说，大家各练各了，这也不利于协同意识的培养啊。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？我就问你，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？协同意识也不是一天能养成的，要循序渐进呐，同志们。索副旅长说的对，全部都拉出去，动静确实太大了。索副旅长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按照周5战备拉动的规模，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轻装阿动。轻装也不行，我还不了解你们俩，特别是郭子健，要是把队伍拉出营区，他什么事都敢干。我能松这个口？我保证，人不掉皮，车不掉漆，动车3分险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会影响训练的进度的。那我们这索副旅长，说，我们御风营和飓风营，不管是从装备还是在训练模式上，都跟传统的陆军部队非常不一样。需要组合还有合成的专业很多，单从战术上来讲，我们战术也免不了要反复的磨合。如果真的按照新兵入连之后老方法进行组训的话，恐怕完成不了年度的训练任务。周参谋，你觉得呢？你什么？有话直说。报告，困难确实存在。我说实话啊，你们的想法很好，我同意。但是你说，把部队多年的组训的习惯给打破了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啊，把部队全都拉出营，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步子太大了。其实这个训练模式我们在集训队的时候就用过，您也是知道的。集训队才几个人啊？我现在是整整2个营的兵力装备，风险太大了，咱们再等等。首长同志，请您再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计划，真的是非常的周密，您所考虑的所有的问题，这上面都有体现。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要负责。哎呀，说的真轻巧啊！真的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得起吗？肖世强，到。回去之后给我认认真真的抓好基础训练。是。中什么邪，给你跑这一趟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？我说你平时咋咋呼呼的，怎么一到领导那么怂呢？屁都不敢放，这叫尊重上级。嘿嘿，你说的都对。这回算我欠你的，改天请你吃饭。用不着，我又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飓风营。走了。行了，别翻了。你要的合成营资料，我这里真不多。啊，回头我让做训科送你一套，行了吧？谢谢旅长。哎，你这个首席参谋当的怎么样啊？唉，说实话，比导调参谋难多了。难？哪里难？训练计划的推进有难度。推进有难度，怎么回事？旅长，如果我直接跟您说的话，这算不算越级反应问题啊？哈哈，我说你跟着翻来翻去的，原来跟这等我呢。
杨参谋，你是跟郭子健学坏了，拐弯抹角的。说吧，不算你越级。是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认为价值魔方它的魅力以及价值所在，就是要转起来、动起来。所以我们想组织一次轻装战备拉动，以及就地组织实战化野外驻训。就你们一个营单独驻训，再加上配属分队，这在管理或者训练上难度都很大呀。报告旅长，我们已经拟定了周密的驻训计划。果然是有备而来啊！还不错。只可惜索副旅长那儿通不过。别说索副旅长不同意，就算是我也不能马上通过。你们这个新团队，有冲劲，有创新，但是有时候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。以前捅的娄子不少吧？你作为御风营首席参谋，该把持的原则，可不能含糊。报告旅长，我认为我们的原则没有问题。行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啊！哎，那这样，我去部队先看看，走。是。大家训练的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旅长，目前火力连重点只抓基础训练，不动装备，所以还能将就。将就。到点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我们训练时间到了，可你们训练时间不还没开始呢吗？10分钟，就10分钟，我们肯定撤，行吗？你小子又来这套是吧？不行，哎呀，让他们多练一会儿，很简单。那2个兵，部长，部长，怎么回事？要打架呀？没打架，对，没打架，只要不搞战术合成，怎么都能凑合。凑合？这训练可不能凑合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好好练吧。是。杨参谋，是。给我说说你们新制专业分队的训练情况吧。新制合成力量虽然从规模上接近2个兵种连，但是专业庞杂，分类细致，是典型的小专业甚至是精专业。如果随大溜跟着旅里，甚至是集团军搞大集中，那会训成什么样？说实话，我心里也没有底数。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，这都是凑合、将就，没有底啊？旅长，旅长，我们这什么情况，您也看到了。现在御风营跟原合成营的编制不一样，就像个大杂烩一样，所有人都在一块练，不将就又能怎么办呢？那人家飓风营不一样啊，我怎么没听人家发牢骚说怪话？不发牢骚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。要不你也去飓风营看看。你小子，这是要将我的军呐？不敢。旅长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，让我们好好准备准备。都别装了，你当你们打了这个配合，我看不出来啊？啊？哎，这个驻训的事儿啊，旅里会再研究一下，好吧？高兴什么？我这还没答应呢。旅长英明神武，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少给我戴高帽，走。进。老刘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，那一顿牢骚发的呀，这话里话外，反正就是想去外训。
他们直接去找了许旅长，可不吗？这什么行为？越级上报，这把索夫旅长往哪儿搁呀？这明摆着就是拿旅长压人啊！老刘，可能你想多了。这个营区里边训练啊，确实有点掰不开。有什么掰不开的？有啥不能克服一下？这么多人拉出去外训，怎么管理？这万一要出点什么安全事故，怎么弄？我发现你们这些不搞管理的人真是不操这些心啊！再说了，那你最近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？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？老刘，咱们396里不是一家人吗？我明白，你看郭子健不顺眼，对吧？我看他也不顺眼，我承认。但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公平竞争没问题，窝里斗没必要。谁窝里斗啊？哎，老刘，好，不说这些。索夫旅长的好，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汇报，而且我相信，索夫旅长也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，对吧？行行行，你们都有胸怀啊！我还是找索夫旅长汇报去。不是，哎，老刘，老刘，早点睡。御风营的所有干部已经基本就位，唯一的就是一连的代理连长黄仓马上就要回去了。你觉得在这个时候，让谁担任一连的连长比较合适啊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看了这么多人，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合适的。我们俩想一块去了。我个人建议，还是希望一营的干部能够接任一连连长，这样工作上比较合拍。但这件事儿，你还是得去摸摸底。我们连的人都不同意。人家曾慕涵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本事有本事，业务精湛，为人谨慎。他接替李松伟可以说是无缝对接，怎么就你们不同意啊？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当初不光是误判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，还在第2次侦查的时候被人抓了当俘虏。要不是他这么没用，武班长也不可能出事儿。教导员，我们连长的位子是李连长做了巨大牺牲才空出来的，要挑也得挑个最好的。他们真是这么说的？李松伟刚刚离开一连，战士们情绪上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把曾慕涵派过去，其实不利于他开展工作。哎，你上回给我看的简历，里边有个叫汪麒麟，怎么样？这个汪麒麟啊，他是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在学校呢就是全优生。他其实啊是旅作训科一直很看重的一个苗子。吕首长呢一直有意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历练。那就先让他去一连顶一阵子，其他的再慢慢做工作吧。我就估摸着，这2天您要找我，你可不能由着郭子健他们胡来啊！当然，不能胡来。的确，组训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，但是干什么事儿，那不得讲规律吗？啊！我一个合成营，几百号人，上百台车，说拉出去就拉出去了。那到了野外怎么管理？怎么训练？可不是吗？那有些分队它不隶属于咱们，到时候怎么管啊？多难啊！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？要我说呀，就在营区老老实实待着，瞎折腾什么？对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所以昨天我去营区转了一圈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有几个连因为争抢训练场地都快动起手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能不解决呀！
所以我琢磨着，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了。一来可以解决训练场地问题，二来呢可以加快他们训练的探索进程。你觉得呢？其实营里的情况我很清楚啊。如果把队伍拉出去，那的确不是这种方案。那就算那样，那得提前做好预案呐，得做好组训计划。咱们不能不管啊。当然不能不管了。所以你和参谋长一定要好好把关。啊。可问题是，除了郭子健，我发现这姜胜强最近也像脑子进水似的。我担心把这两个家伙搁一起，会捅出篓子来呀。所以呀，一定要派一位资历深、有经验的旅领导跟随组训啊。哎呀，我这么一想啊，哎，老总啊，你看，你是集团军领导亲自点的将，也只有你亲自出马，才能镇住他俩。哎呦，我说旅长，您别抬举我啊。姜胜强没问题，可是这个郭子健，哼，我心里没底。你放心，旅里把尚方宝剑先给你。啊？我怎么觉着您有点不怀好意呢？你喝不喝水？喝点。试试看吧。杨仁强，你是不是该感谢我？你又不是为了我们飓风营。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栽树你乘凉。都拉动式练兵了，比比。嘿，比就比，怕你啊？来呀！于志强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这辆车的仪表有点不准，我正在归零重置。你们的代理连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有学问的。那就好，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好吗？是。杨参谋。是。明天一切行动按你设计的执行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心态不错，够沉着冷静的。但是在训练过程中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状况，能应付吗？我已经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分析，以及对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判。但是理论再好，不下场溜溜，谁也不知道深浅。想当好这个首席参谋，光有理论可不行，尤其是将来你的信息化平台要在哪儿搭建、怎么搭建，都需要沙场点兵之后。你放心，我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。连长，你的一贯作风不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？怎么一到我们梁参谋这儿，就总给人家泼冷水啊？我这不是怕他头脑发热、乐极生悲吗？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好，那就预祝你首战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前面向后。按照旅机指命令，我部全员全装，迅速向雾以上一带机动，路线已发到各指挥终端，注意查收。是，报告。那时候都下雨了，咱的拉动是不是就取消了呀？都做梦了。
哎呀，索副旅长，这雨是越来越大了，要不要推迟出发呀？比天气预报大多了。要是旅合成营的编制，那还好说，毕竟郭子健之前啊，有过山谷架桥的经历，但这一回完全不一样。郭子健把这次出动硬生生做成了御风营全副武装的实战合练，连远火和空突分队都协调了。这万一……命令传达了吗？传达了。几点出发？8点。还有3分钟。你来喊话，推迟出发。好。御风营、飓风营，推迟出发，时间待定，收到回复。飓风营收到，推迟出发。御风营、御风营，收到回复。御风营、御风营。郭子健，郭子健。喂，我命令。追着车队，出发！出发！东方，今天就算天上下刀子，也阻挡不了咱们营奔向强军大道的坚强步伐。班长。是铿锵步伐吧？我是班长，你是班长。你是班长，那我说算，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，坚强步伐。这飓风营真他排数苍蝇呢，这长枪短炮的，咱不用管他吧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行。你说的轻巧，把咱们研究个底儿掉你就开心了，眼睛放亮点。大前面敌人大型装备，千万别出事！哎，大家合撤！这车速也太快了，一点都不考虑安全。指挥室找到没有？甭找了，他肯定故意的。这来回来去找了2、3趟了，都找不到，早就单溜了。远火分队报告你们的位置。报告，远火分队已经驶达原村路口。按照你设计的方案，应该下高速进入野营地域，是否继续执行？没时间思考，继续执行。命令你部马上改变行进路线，从原村路口下高速，沿4号乡村公路进入野营地域。4号公路啊！郭营长，如果要从4号公路入场，那就得经过马家河。我部装备超宽超限，无法通过。工兵分队马上前出架桥，你部随后跟进。郭营长，营级工兵分队恐怕不能够搭建重型桥梁工事。我不是跟你在商量，执行命令。是。真是县官不如县管啊！远火分队注意，从原村路口下高速，沿4号公路经马家河，向驻训点进发。这个郭子健呐，真是个祖宗啊！
总排长，总排长，这里。为什么不组织过桥？郭营长，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，我们不能冒险通过。这桥不是好好的，怎么就过不了了？桥梁承重不够，而且桥体架设不符合作战标准。是这样吗？是。为什么不按作战标准架设？营长，这座桥的架设可不比当时在扶摇谷的山梁上。您也看到了，到处都是淤泥，使不上劲。当然，主要是这样。给我找理由。可是我今天必须要让所有装备过桥。可是什么？过不了桥，我处分你。是。我墙，还有中间，是我墙。怎么会这样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了？没错，我是想到了。可是你作为首席参谋，而且是这次行军方案的总设计，你为什么没想到？还有，部队行军是可以走便道，可是野外路况你根本就没做调查，你就敢下高速？那既然行军方案中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为什么要早说？为什么要提醒你？你是首席参谋，不是相反。这些功课应该由你来做，而不是我这个指挥员。你以为做一个指挥员那么简单吗？你命令一下，所有战士就得冲锋陷阵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一个班长，他下的每一道指令都必须接着地气，更别说是首席参谋。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，甚至左右战场的走向。那我现在的方案还有价值吗？当然有。干嘛怀疑自己？走。营长，你说这郭子健是不是有自虐倾向？放着好好的高速公路不走，非要走这乡间小道。时间好了，一锅粥了，让他们熬着吧。该我们上场了。命令各连，按预案准备机动。是。说实话，我刚来连队，真不应该发牢骚。但是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营里的指挥方案啊，肯定有问题。梁参谋毕竟以前没在部队一线干过，经验不足。这可不是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一线连队时间很短，毕业当排长最多半年，后来我就考上了军事指挥系研究生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也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，给自己加上一个基层带兵经历，要不然我离开作训科干嘛？郭子健，你还有组织有纪律吗？谁给你的胆子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的？什么命令啊？你少装糊涂！不是你干扰到我们指挥行动吗？怎么会呢？这下雨天应该信号不好吧？报告副旅长，这种天候正是我们从难从严练兵的好机会。部队虽然受了挫折，但也经历了锻炼。这就是你的从难从严？你这是胡闹啊！方案怎么出的？下了这么大的雨，为什么不及时变更？你先别解释，来，你们仔细看，我们的装备，我们这些保卫疙瘩成什么了？积成泥疙瘩了。这样的组训有什么意义？副旅长，这正是我们的初衷，通过拉动暴露问题，解决问题啊！考虑过代价和风险了吗？考虑过没有？训练就得扎扎实实的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跨这么大步有什么意义？不但违反了我们训练的规律，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。就在刚才，5辆装甲车呀，是不是5辆？是，差一点就连环相撞了。这不没撞上吗？撞上就完了。
重大事故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报告索副旅长，这次行动方案是我出的，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在我。梁红同志，我是指挥员，出任何事情我负责，轮得到你吗？左副旅长，我是救火员，我难辞其咎。好了，这是演练，不是演戏，还争起责任来，你们负得了责吗？现在我命令，解除部队所有机动中的战术背景，原地休整。副旅长，部队正在作战状态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我说撤就撤。左旅长，站那说。我向您保证，过了河以后，我会第一时间追赶上部队，不许讨价还价，就地休整30分钟。找到合适的路线，向驻训地机动。听到没有？注意，车载3零炮和高射机枪的方向射箭要按照战备标准。光整齐好看有什么用？整齐好看有什么不好？整齐好看能打仗吗？好看能打仗吗？好看能打仗吗？手放下来，注意力集中。怎么回事？报告副旅长同志，御风营特战排正在组织车辆停放，去指示。特战排排长杨茂林，代理是，代理排长杨茂林。这车怎么停的？乱七八糟！你们营长呢？报告首长，我们营指挥所在我右后方500米处。把车调整好。左副旅长，我们这么停是按照现地条件展开的战术部署，每辆车都调整了车载武器的射向，分别负责不同方向的警戒。一旦发现敌情，确保能攻、能防、能撤。有敌情观念是对的，但是要分清时间、分清场合。我们营长说，平时把我的话转告你们营长。是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？赶紧调整去。别怪我刚没提醒过你啊！少说两句。杨茂林，你个代理排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这个位置本该是谁的，对吗？你永远代替不了他，代替不了他的金右脚。这次行动方案的设计漏洞百出，导致了行动没有能按预计完成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正式申请接受组织处分。坐。杨三宝，从小到大，你认过几回错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就是好奇。哦，小时候的不算，就是成年以后，你认过几回错？好像还真没有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。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，即便考虑的再周密，可事实情况它总会发生变化的。要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？问题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密。第一，在出发之前，我确实已经将天气的条件计算进去了，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马家河地域的水文和地质的情况，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采用的是今年年初的数据，但是这份数据2周前更新了，我没有发现。第二，在制作计划时，我对御风营各连的日常基础训练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，但是有一些训练成绩是基于模拟训练的，与实战演练之间的误差，我考虑的不够。所以营长也说的对，
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。你又说错了，这恰恰说明，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参谋。我们训练的目的，除了强化技能，还要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除了训练科目的问题，还有我们指战员的问题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你现在就做得很好，这一点，我甘拜下风。还记得第一次跟404旅交手，因为我的固执，中了龙远山的圈套。可即便是惨败，我依然觉得不是我的问题，还认为只是在时间差上略输了一筹，甚至将演习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的无能。如果当时我能像你一样直面自己的错误，或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。所以梁参谋，我们再来个约定吧。以后在御风营，我们就是对方的镜子，在对方陷入主观判断误区时，提醒对方，将错误发生的几率降到最小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你们2个营的领导都在，我宣布一个决定：外训分队暂时不搞野战化训练，适应情况之后，基础训练和整顿一起进行。我同意。看着我干什么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，绝不搞特立独行。说这话你不脸红啊？我向领导表态，我有什么可脸红的？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怎么整顿？按照您的指示，重新调整训练计划。怎么调整？您提醒过我，这步子迈得大，容易扯着胯。事实证明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你要有这个认识，说明你这次的胯没白拉。但是副旅长，这个时间就是战斗力，1个星期搞整顿是不是有点长了？应该1、2天就足够了。然后我们重点开始训练基础科目。你少给我上迷魂药。那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把组训的思想统一了，把作训计划做详细了。那不比你毛人下马，蛮敢胡来抢？副旅长，这错副旅长说的太对了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，胯不能白拉。对呀，让你们2个外训队出来，为的就是让你们比学赶帮超。我先问你们2个营啊，要相互学习，相互进步。副旅长高明，那不如这样吧，半个月后，我们2个营就来一个基础训练大比武，怎么样，姜营长？好，随时奉陪。部队搞竞赛，搞比武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再强调一点，全面整顿必须落实。是。哎，姜胜强不招惹你已经是万幸了，你干嘛要招惹他呀？我们出来外训，不就为了提高战斗力吗？飓风营成立这段时间，天天关起门来训练，也不知道练什么绝世武功。那么现成的一个对手，我不拿他练手，不浪费了？行，你永远都是那么有道理。那你们就继续比，继续斗。本来集团军也是这么安排的，就是让你们掐。恭喜啊，可以正大光明的掐，合理合法的掐了。哼。哼，这都演啥？我就说这个。来文不如一见呐。不是总说御风营的训练有看点、有想法、有创新，这就是他们的创新，是吧？
今天的郭子健当着索副旅长的面，直接向我发起挑战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。就是，营长，你放心，这次比武保证干掉于凤营。这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，就是东风压倒西风，我们就是要踩着御风营夺红旗。对，踩着他们夺得红旗。营长，咱得干他们俩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干什么？干死！干！御风营虽然在这次拉动中表现拉胯，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，我们不能轻敌，明白吗？各连回去之后，迅速组织拉动。这一次，我们要一雪前耻，干翻御风营，听明白没有？对！干翻御风营！刚才我们顺道去飓风营侦查了一下，人家的训练热情可比咱们高多了。报告，进来。营长，那个飓风，着什么急呀？慢慢说。飓风营要跟我们排长干架。陈哥，你是咱们飓风营头号杀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听说你号称兵王？那都是战友们闹着玩的。啊，虚的。既然没本事，就把尾巴夹紧点，做人不要这么张扬。谭班长，我张扬吗？还不张扬？你把老吴的金右脚毁了，还专门调到我们396旅来，就欺负我们396旅没人是吧？你还要怎么着？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396旅侦察兵里面真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除了辛之连以外，整个御风营没有几个人待见你。你知不知道林一虎为什么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调整到你的手下？老谭，说什么呢？别听那胡咧咧。林虎，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你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你调到他的手下，就是为老吴去报仇，就是要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。别没个把门的啊！不仗义。放心，兄弟，马上就仗义。怎么着，杨茂林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两个比划比划吧。谭班长，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，但是我不想动手。不想？还是不敢啊？随你怎么想。行啊，飓风营的兄弟们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御风营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不战而降。让人不过头点地，既然人家认输了，算了，咱就当个屁，把他给放了吧。走队，安哥，过来。你说对了，我们侦察班是和他杨茂林有过节，但是那是我们兄弟间的家务事儿，你别忘了。现在咱们是对手，情况不一样了。我说林一虎，你在这滋个什么毛？如果杨茂林现在还在404旅，我跟你一起打他。但是杨茂林现在是御风营的人，还是我林一虎的顶头上司，你当着我们的面羞辱我的排长，就是不行。不行！林一虎，
你要打抱不平？你们俩打擂，我不凑热闹。那你要干嘛？我今天站出来，就是要告诉杨茂林，他代表的是御风营，他身后站着的是他御风营的击败兄弟。对。御风营侦察班林一虎，还有我侦察班丁少龙，侦察班许春晓，御风营马上走，骆小云，还有我，健康班班长侯夏飞，杨排长，给他们见识下兵王的厉害。对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。林一虎，你还是我同学，杨茂林那点破事儿，还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是我说的。咱们老同学归老同学，战友归战友，两码事儿。我这辈子可能和杨茂林成不了朋友了，但是上了战场，我敢替他挡子弹，我这条命都给他。行，算你有理。既然这样，杨茂林，咱们两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，露两手吧。杨茂林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怎么回事？是御风营和巨风营的两个战士在切磋武艺。受伤了怎么办？你们怎么不盯着呢？郭营长和江营长都在现场，没事。郭营长，咱们两个营的骨干要切磋一下，你怎么看？切磋交流，好事啊！好。坦克杨茂林，到。现在，两个营的军事主官都在这儿，你们的切磋请求我们同意了，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训练。明白。杨茂林，厂子外头的事儿解决完了，厂子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明白。谁跟谁切磋呢？御风营的杨茂林和巨风营的坦克。杨茂林呐，哎呀，这个家伙，这小子典型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平头哥。啊，没错，平头哥，就是非洲的一种动物，蜜獾。我知道，逮谁跟谁干那个吗？个头不大，就敢挑战狮子。我知道，行了，马上去。是。郭营长，这不公平吧？耍无赖！平头哥，加油！杨排长，加油！平头哥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兵不厌诈，这么点小伎俩你也中招？我看你这兵王当得也不咋地。是我的错，刚才把你当战友了。战场上哪来的战友？全是对手。乐什么乐？有那么可乐吗？
都是战友，下手那么重，这是对你的惩罚，知道错了吧？温营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这个杨排长吧，不会演戏，你呀，演的也不咋地。看看，到，没事吧？营长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没什么输不输的，切磋嘛，对不对？来日方长。举步营，各入单位。举步营，都有。笨死你算了，就知道打架，演个戏都不会。这以后要是给你派个潜伏任务怎么办？顾营长，这杨排长帮我们打赢擂台赛，怎么着也算个英雄。我们不能这么对英雄吧？就是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班长说的对，杨茂林今天是我们御风营的英雄。对待英雄应该怎么办？有礼！那还不动手？这个杨茂林总算没有辜负吴东升。吴班长，你知道杨茂林为什么来396旅吗？吴东升让他来的。他答应了吴东升，要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。他甚至还写了血书。玉虎，老吴出事儿，他比谁都难受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吴东升的承诺。营长，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呀？我不说，就是希望杨茂林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信任。谢谢。行了，别多想，我刚才帮你没存私心，所以我才敬你。这也是之前吴班长给我少在我讲的。面前提的。好，不提。都是命。行了。咱们俩的事儿翻篇了，但是吴班长的意外，虽然他嘴上不怪你，我自己心里还没完全过去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这个人，还就偏偏爱认自己这个死理儿。我理解。杨排长。
怎么开车呢？董振国，你什么个意思啊？你这步战车不是猛冲就是蛇形18弯，你让我们怎么配合？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？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头鬼！这种配合是典型的坦克引导步兵冲击，那多么经典的理论呐！我只是转换一下，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突击炮车有突击炮车自身的规律。来的时候你净说好听的，还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，没想到你小子搞了半天全是老黄历。幸亏我今天找的是3位老车长驾驶，否则一定出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可怕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还吃饭？都在这煮上了，你还吃饭？这不还没撞上呢吗？煮上了你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我的个乖乖！你俩干什么呢？闹着玩呢！2个连长在，差一点出这么大事故。我当兵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训练，你们干什么？逃跑啊！我们这是演练新战法，刚开始合成，会有点不稳定。你少跟我扯淡！我这都是新配发的装备，万一损坏了，谁来负责？副旅长，郭子健，来，你看看，好好看看。废话不多说，从现在开始停训1天，不，3天，营连排班，逐级排查，寻找事故苗头，制定对策，深度整改。是。你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心得，包括你。是。营长，不好意思，想吃口热豆腐，我有点心太急了。你们是真能给我添乱呢啊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回去重新写训练规划，写好马上交给我。是。把车开回去。瞧你做的好事儿。报告，进。怎么了？营长，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，接受整顿。为什么？玉凤营2个连队演练新战法，撒着欢的跑，差点没把全新装备的突击炮车撞个正着，这恰恰被索副旅长撞见了。郭子健啊，郭子健，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病啊，得改改了。副旅长，我说怎么在机关找不着您呢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找我有事啊？是这样，昨晚董振国和高鹏熬了一个通宵，把第1阶段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了，请您做批示。知道墨菲定律吗？知道。哦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安全、安全2个字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军事干部出身，我不赞成把安全工作无限放大，更反对说为了保障安全而牺牲战斗力。但是，它不等于我要放弃对原则的坚守。安全不是中心，但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，那会左右重心，影响中心的。副旅长说的是。你们以为把这作训方案改了之后，就不会发生事故了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根本不可能。
墨菲定律是外国人总结的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，多了去了。我就跟你说句心窝子的话，昨天晚上我是一宿没合眼的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到2辆崭新的装甲。不整顿行吗？感谢副旅长的一片苦心，我知道你也是为我们好。可是副旅长，这训练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接近实战的高风险行动。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白说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，只要是实战能力强的军队，就一定是训练中事故率最高的那一支。那昨天发生的事儿，我得表扬你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郭子健，今天要是换个人在这跟我办事，我还能接受，我心里能好受一点。但是你，我的个娘啊，你心里就没数吗？副旅长，您这话我就不理解了。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，你才成熟吗？来了，到，走，是。营长，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整顿。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目前媒体对我们的新制合成力量非常的感兴趣。这以前这帮记者牛气大了，现在主动跑过来给我们脸上贴金，所以一定要汇报好，接待好。是。首长，这个出名挂号，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。事物都有两面性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对不对？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出名挂号，就对新闻宣传抱有成见吧？首长说的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开始舆论造势，那到时候如果价值魔方价值不大，甚至是失去价值，我们怎么自圆其说呀？新闻工作的规律就是要报道新鲜事物，至于这个新鲜事物往什么地方发展，发展成什么结果，谁都左右不了。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挂上钩呢？你这个认知水平需要提高啊！我就是拧不过这劲儿，拧不过这个劲儿，说明你的心里边有很多自我的东西。当然了，宣传什么我们可以提要求、讲纪律，但是不能因此我们就一口回绝，甚至是消极对待，都不是解决之道。那这么说，首长对这件事是支持的？你小子少给我下套啊！不敢。这是上级给过来的指示，当然要执行了。好了，基本的原则我已经讲清楚了，具体情况你看着办吧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首长，我保留个人意见。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。梁军啊，一个郭子健已经够我烦的了，你说你到了396旅之后，怎么也变成了这副德行？报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得快。整顿的事儿就先这么定吧。我去特战排安排他们训练。你一个营长，特战排训练你盯那么紧干嘛？你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去接受采访。采访有你在就行了。外训到现在一次实战合练都不让搞，让我说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采访的事光我一个人去不行。你看看他这态度，郭子健。杨参谋，那你跟我一块儿。夏老人，那就拜托了。胡参谋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个厕所。哎，那你快点回来。
许旅长去集团军开会之前特意交代，说这次采访就是冲着御风营来的，主题呢就是围绕先行营的建设，而且还说梁副军长会亲自过来，让我们务必搞好接待工作。郭子健人呢？啊，在安排特战排训练。这个家伙，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。哎，王爷，哎，一会儿记者们来了，热情点啊！是，别老嘟噜个脸，是吧，海天？那当然，时刻准备着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各位辛苦了。哎呦，罗记者久仰大名，我是396旅的副旅长索建安，今天负责接待大家。目前呢，这个采访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啊。哦，首长来了。首长，记者已经到了。罗记者，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我没来晚吧？啊，又见面了。我看到名单上有你，特意赶过来。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这次我们宣传活动的深度、广度还有力度都会不一样。您给我讲了。走吧，好，陪你们进去。好，请。班长，咱们整这有什么用啊？把这边弄得跟镜子一样，打仗有用吗？行了，东方，内务是对一个战士的综合磨练，只有长期坚持，你在战场上才能保持这种韧性。臭小子，跟你道理说多少遍，你不开窍？这种窍我一辈子也开不了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有这闲工夫，再把帐篷两侧的排水沟整理整理。排长，你不憋屈吗？哎，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训练场地，我们呢？我们在这不是整备就是接待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不是接待，是记者采访。这可是咱们御风营亮相的好机会。亮相亮什么相？有什么好亮相的？记者来采访什么呀？采访这地，啥也拍不着。这种牢骚以后少发，说多了，除了影响你自己，连身边的战友也跟着消极。营长，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别成天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说三道四。是。一半人训练，一半人整理，1小时一轮换。太好了！静态训练，在宿舍里。那也行。小鱼、程程，拎器材。走。营长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你这2天有点不正常。哪儿不正常？哪儿都不正常。是不是因为那天索副旅长跟你说了吴东胜的事儿？董振国跟你说的？同志们都很关心你。别听他瞎说，我没事。我认为有一些事情说出来会比一个人承受更好。怎么，梁参谋要改行当心理医生了？我们是战友，如果在战时，是可以把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人。如果你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自己作为指挥员的判断，那么我同样也要承担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所以你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整个御风营的问题。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？罗记者，哎，这个演习场你没来过吧？对。首长，这边请。
这是我们野外的驻营地。营长，我们的价值魔方才刚刚开始建立，如果你现在什么价值魔方？根本就是一堆转不动的铁疙瘩。郭子健，没错，价值魔方是你提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研究和论证，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可这样的御风营，难道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新式作战力量的样子吗？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，一次实操合练都不让搞，天天讲安全讲整顿，材料方案交了一大堆，就是没有一点进展。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。我当然知道没有错。吴东胜的事儿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？都是我一步一步看着成长起来的。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有事儿，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而如果真想发展新式力量，想提高部队战斗力，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？没错，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今天。